不是在咬人啊！这个被无情口水淹没的家伙，江湖人称三哥，可他的大名却叫莫三妹。别看名字娘们唧唧，职业可一点也不婉约。船住船海走大路，平安走过来福乡。他其实是一个殡葬师，国外都称他们入殓师，文言文是吃死人饭的。日落西山了，老爷是最后一天了，众人帮忙了呢，我们一人干好了，一路走好。人生除了生死无大事，生的时候哇哇大哭，死的时候状态各异。殡葬师要做的就是让死去的人多些体面，喝水，让活着的人少些遗憾。毛巾。他们全年无休，昼夜服务，文能念悼词，武能抬棺材，还拥有外卖的超快速度。不过这一行没能耐的干不了，有能耐的看不上，甚至还遭人嫌弃。死里东西也偷，你不怕遭报应？三哥的殡葬店开在闹市区，名叫上天堂。他的隔壁是婚庆店，对面是水果店，一天到晚少不了遭邻居白眼。你一个搞丧葬的，把车子关到我们婚庆店门口，么做生意啊？我这破了，亲自留你门口关你屁事啊！婚庆店了不起啊，人不结婚可以，但都得经历生死。其实三哥从一开始就排斥这行的，小时候父亲就干这个，整天在火葬场忙东忙西的，害得他连童年都没有，字还没认几个就给死人穿衣服。慢慢的，爸爸不疼姐姐不爱的莫三妹，便沦落成了地道的武汉街溜子。别看他一身痞气，还有点糙糙的帅呢，大金链子花衬衫，耳朵整天夹根烟，牛仔短裤板寸头，甩着胳膊塌拉走，嘴里一直嚼槟榔，办事顾头不固定，这么不成熟还叛逆，早晚得出事儿。三哥就因给女朋友出头打架进了局子。谁能想到他刚出来就发现女朋友竟和那挨打的搞到了一起，确实都30好几了，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，还幼稚冲动，谁愿意跟你走呢？他只好硬着头皮接下了父亲的殡葬店。死人见得多了，他更加感受到了被生活放逐的冷漠和绝望。直到他遇见了一个倔脾气的小女孩小文。外婆，外婆！小文无父无母，是外婆一手带大的。可那天老人家在睡梦中去世了，小文害怕极了，躲在柜子里看着三哥现场开工。可眼看着外婆就要被抬走，他跳了出来，朝着三哥就戳了过去。小孩子对生死能有什么概念呢？亲戚朋友赶紧把他拦了下来，外婆也被装进棺材送去了火葬场。小文扎着红头绳，手拿红缨枪，不仅有小姨妈唐悠悠的长相，还有小哪吒的蛮横和霸气。他一路追着三哥来到了火葬场，你把外婆送哪去了？还认错人，大闹了别人的葬礼。最后三哥撑不住劲了，你是上天专门派来毁老子的是吧？啊！你是不是觉得老子还不够倒霉啊？错死老子！我以为外婆在那个大盒子头。小文认定的是800头牛都拉不回来，他想要找到外婆就一定得找到。魂不吝的三哥实在不耐烦了，跟连珠炮似的像一个孩子吼出了实情。你看到那个烟囱没有？你外婆被烧了，变成烟了，飘到天上去了，不见了，消失了。以后再也看不到她了，你明不明白？懂不懂？小文当然不会明白，他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。外婆好端端的睡了一觉，只是叫不醒了，却被你用大盒子装到了这里。为什么突然就再也见不到她了呢？然而现实确实是这样的。外婆离世后，小文被带到了妻管严的舅舅家。你也让我养，他也让我养，他说我是让我养的。没想到有血缘关系，亲人也指望不上。三哥看到了小文被当作皮球踢来踢去，一下子他就想到了自己小时候。老子就见不得这群妖魔鬼怪欺负了。他脑袋一热，就把小文给带走了。糙老爷们儿突然多了个倔闺女，日子变得有声有色了起来。小文一开始连厕所都不敢上，害得下铺的三哥一脸的童子尿。你屋里是洋色嘛？这么大的味道。老子早就不凉爽了，你家厕所我不敢去。厕所有么子好怕的呀？我的天哪，这童男童女带灯光的，就算是纸糊的我也害怕。
跟你说稿那个臭老虎一样，假的。它有名字叫多果，是外婆做的。他们也有名字啊？那你叫黄瓜，绿的叫茄子。好家伙，换个青椒就是地三鲜呗。小姑娘对外婆的思念越来越深。外婆说粒粒皆辛苦。外婆说吃面不吃蒜，香味儿少一半。外婆说就长到鼻子下头。外婆还说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呢。以后呢，会再吃饭的。我再也听不到外婆的声音了，是不是？外婆没有消失。对，飘到天上变成星星了。三哥这次撒了一个谎，没想到小文还是当了真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他独自对着星空默默流泪。外婆既然飘到天上当了星星，以后就只能这样和他聊天了。小文越想越伤心，眼泪顺着脸颊不住地流。三哥看到他这样，心里也不舒服，于是在睡前他又撒了一个谎。好了，你莫哭了，你赶紧睡觉。天上的星星就会掉到你的梦里头去，变成你外婆陪你聊天。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，小小的殡葬店也给了小文人情的滋养。他经历过同岁女孩的去世，这个小女孩也要被烧成烟了。然后在她的骨灰盒上头画满了星星。三哥被气得差点当天小年30多岁。会河港的画画，你是我想的你。他经历过一个私人定制的活人葬礼，看到了一个家庭的分合聚散。慢慢的，他把三哥叫做种星星的人。消炎止痛。三哥会帮他梳小辫、修喉音腔，小文也跟个大人似的给他夹菜，特别是在他说混账话挨揍的时候，能挡在三哥的前面。我晓得你喜欢二哥，你大叔，我下去之后把他换上来陪你。我这在缓解父子俩的关系上，不许吵！小文也起到了神奇的作用。三哥从此有了软肋。你跑哪里去了？你大半夜瞎跑么子的？你跑丢了怎么办？我的爸爸叫莫三梅，我家住在沿江市雨花区花园路73号上天堂，我不会丢。街溜子爸爸和野孩子闺女终于相互温暖，得到了成长。再后来，三哥和父亲把经历车祸无法辨认的尸体拼接了起来，给了逝者体面，也让亲人少了遗憾。三哥也获得了父亲的认可，打破了父子俩长久以来的隔阂。小文也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隔壁婚庆店的冷眼仇视。小子到外西方结义，一路走。当然得需要三哥好好的道个歉。在高考分数公布之际，电影《人生大事》也上映了。这部本该称霸亲民党的作品，硬生生被逼成了暑期档的最大黑马。由于它超过了点映评分的最高纪录，有媒体预测该片总票房能到13亿。谁也没想到殡葬题材可以做出如此温暖感人的故事，而且人物还都那么真实。看的时候会哭，为了对亲人的思念；有时候还会笑，为了意想不到的幽默。其实这是导演刘江江的夙愿。他的爷爷和大伯是专门做棺材的木匠，小时候葬礼上的文艺演出也成了他的启蒙。这题材并不是为了稀缺猎奇去拍的，而是因为它更适合承载我们对于生死的思考。现实中很多人都没弄明白死亡到底是什么。电影《人生大事》用了6场葬礼，让一个倔孩子和一个街溜子一步步成长，最终也告诉了我们导演的答案。死的人并没有消失，亲人的留念可以让他们变成天上的星星，继续在另一个世界活下去。而星星也一直闪烁着，提醒我们能好好生活，善待身边人。其实莫三妹可以是所有人，车站门口拉客的司机师傅，国道边棚子里的修车工人，起早贪黑的早餐店老板娘，擦皮鞋的，菜市场卖瓜的，做销售的，干房屋中介的。我们每个人都躲不了生离和死别，但尝尽这2样苦后，依然会努力生活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种星星的人。市井温情向阳而生，烟火人间有爱前行。希望大家能走进影院，
看完这部温暖治愈的人生大事，然后在这个仲夏夜的晚上，好好的谈场恋爱，吃个烧烤，享受生活。我晓得你一直在骗我再也见不到外婆了，但是我不害怕了，因为我有家了。